这位是谁呀？哦，师傅，我叫罗瑞。他是我男朋友。他有什么好处？他也没什么好处，就是喜欢呗。既然没什么好处，那有什么好看的？师傅啊，您这不是叫人难堪呢吗？你说说，我们木代有什么好的？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。过去，跟他站一块儿，我瞧瞧。也是般配。师傅，真不容易啊！你可真行，问我那么多句话，问你一句就过了。你真觉得我过关了？没有吗？你大师兄跟我说，你带个男朋友回来。起先我还不信，一晃8年，小丫头长大了。师傅，您可得好好的，我还得孝敬您很多很多年呢。这生老病死啊，关关难逃，不用难过。每个人都是大海中的岛，不断有岛屿生成和沉没。你只是比师傅后生成，师傅比你先沉没而已。师傅，您是不是不喜欢罗人了？我要是不喜欢他，你会跟他分开吗？他或许是个不错的人，我知道你把他带来，是想让我给你把关，只是师傅没那时间去了解他，喜欢他了。与其去期待那个罗任，还不如期待你。期待我？期待我什么？从前，女儿家出嫁，做娘的都要吩咐很多话。师傅年纪大了，你出嫁不是赶不上了。你把她带来也好，有很多话我可以对你说了。我不了解罗任，也不是很中意他。在我和你大师兄看来，他这个人的身世应该比你复杂得多。未来，你或许会嫁给罗任，或许会嫁给别的男人，但不管那人有多好，不要去依附他。任何时候，做你自己。你先是木代，然后才是我梅花九娘的徒弟和别人的爱人。你把自己立成帆，才有风来照展。
如果你喜欢他，你就跟他在一起；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嫁错人了，你就离开他，再寻良人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把你吊起来，一定很好看。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你没有得罪我。你得罪的是他。特包、骗状，有不规则断口。或许你们未必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只是觉得琥珀是个保命的宝贝，所以就分给了他孩子。你老家是不是在月亮山？有一个小姐妹是野人，对不对？那种又脏又臭的小畜生，我的姐妹，她配吗？可是你妈妈一直在照顾她。那是我妈，她疯了。她隔三差五的就往山里跑，给野人养崽子。村里把话说的这么难听，说她生了野人的种，她也不管。可我呢？我阿爸呢？我们不要脸的吗？可是你妈妈照顾她总是有原因的吧？原因？他有一次进山采药，一连几天没回来。我阿爸担心他，派人去找他，却看见他衣衫不整的和一个野人待在一起。这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瞎子都看得出来。我阿爸打死了那个狗东西，为了保住阿妈的颜面，他再三拜托同行的人不要把事情说出去。可是他倒好，他却说什么自己进山遇险被野人给救了。是我阿爸没有搞清楚状况，杀了野人，他心里愧疚，太可笑了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你为什么不信你阿妈？万一她说的就是真的呢？可那是他编的，他也知道自己被糟蹋了没脸，故意说什么报恩的瞎话，报恩会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吗？我可是他的亲生女儿。阿妈，这块琥珀真好看。你看它的颜色像不像蜂蜜啊？像，甜甜蜜蜜，保吉祥安康。等你长大以后啊，阿妈把它送给你，好吗？好，你乖。他为了那个丑东西，连我都不要。你就没有想过，也许是你妈妈遇害，再也回不来了呢？再也回不来了。他可是回来过。阿妈，他把琥珀留给了那个小畜生，却留了这么个丑东西给我。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，他好像通人性，他会懂我，会安慰我。
和你说这么多也是浪费时间，还是跟你上路吧。或者你把8年前的事情和这位罗先生简单说一下。那年穆代15岁，当时我收养穆代也有10来年了。他很可爱，性格也很开朗。穆代，你的，谢谢。走，我刚才还在找你呢。我们待会儿去哪儿？他在班上有一个好朋友，叫沈文，两人形影不离，好的就像一个人。但是后来出了一件事，他俩放学后会一起去一个补习班，但是有一天晚上到了11点，两人还没有回家，手机也打不通。我们后来找到老师，才知道他们当晚逃课。我跟文文的妈妈从学校开始一条街一条街的找，最后找到了一个巷子口。文文去呢？穆代的手机。没事没事。那是一片废弃的工地，我们找进去，看见了穆代摔在了楼下，脑后一大片血。后来我们在楼里找到了文文，我问他死了。穆代昏迷了好几天，醒来之后告诉我们，当天晚上他和文文逃课去看电影，没想到在路上碰到了小混混，所以他是因为这个才生病。那几个小混混很快就被抓到了，还判了刑。可是沈家的人失去了孩子，那种痛苦无处释放，所以他们就把错归咎于穆代。文文是班里的尖子生，一向乖巧听话，沈家一直认定是穆代怂恿文文逃的课。要不是你带着他出去，能发生这种事吗？再加上有人说，其实文文可以逃掉的，是为了救穆代才折回去。你给我妹妹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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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乱带孩子，孩子好吧？我替他。大家都不去指责那些流氓，都冲着穆代来了。这种人，别！凭什么啊？穆代当时撞伤了头，对那件事情记忆非常模糊。沈家的人来质问，他根本没法辩解，那等于就是默认了。那你当时作为唯一能够保护他的人，你也没为他辩解吗？辩解？你让我怎么辩解？人家都失去了孩子，穆代好歹是活下来了。我也劝穆代忍一忍就过去了。但是直到那一次，穆代，没事啊，没事了啊。穆代，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穆代，后羿不好，后羿。我还是死了比较好吧，别这么说。没事儿，穆代，有后羿在，后羿保护你。
直到那个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莫代精神上出了问题。他变得越来越沉默，跟谁都不太交流，整夜的失眠。我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就带着他搬了家，开始到处求医。就是从那时候，我认识了何医生。8年了，何医生一直在跟进这个病例。一直，穆代知道吗？穆代的病例十分特殊，在我多年的从业经验中都极为罕见。罗先生，我听说你曾经是她的男朋友，现在也是。接下来你看到的和听到的可能会颠覆你对她的认识。当年我建议霍女士留意穆代的日常行为，最好可以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一些视频，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监察她的情况。关你什么事儿？这是……又不是你杀的人，你也差点死了。好不容易捡回半条命，还要赔进去，哭什么哭？你不懂，我真的很难受。你难受？你难受什么？是你杀的人吗？可是我真的很难受，我很想去死，我很想很想很想。这是我的身体，我的。好吧，那我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？那就这样吧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突然自愈了。治愈？自愈，自己治愈。刚刚那算是双重人格。他的这种情况不符合双重人格的定义。双重人格每一重都是完整的，而且彼此不会进入对方的记忆。穆代的情况不符合我们现在已知的任何一种情况。我的推论是，因为这次变故，穆代心里承受不了这么巨大的痛苦，为了自救而分裂出一个截然不同的自己。这一个，我们姑且叫做黑穆代，理性、冷静，对人对事充满敌意。这一个，便是你熟悉的穆代，温暖、柔软、可爱。
视频结尾那句那就这样吧是什么意思？一黑一白都在争夺身体的主导权。我猜测，最后这场争夺是以白木袋占了上风。可是我看视频里，黑木袋更咄咄逼人一点。那句那就这样吧，是双方争执后达成一致的结果。因为人终究是社会性的，白木袋的这种性格更容易被社会和大众所接受，而黑木袋选择让出主导权，沉默。除非身体在遇到极度危险和痛苦的情况下，才会因为自救而再度觉醒。而且白木袋似乎并不知道黑木袋的存在，因为这远远超出了他身体的承受值。而现在，他回来了。我不想听你们长篇大论，我现在只想捡木袋。这个路吧。三兄，13000，33。这怎么了？你这一惊一乍的，这影响我对艺术的创作了。别创作了，出事儿了！我又看着幻象了。幻想？又开始幻想了？过程是这样的，今天中午我吃的特别好，于是呢，我就想给那个花圃松土，锻炼锻炼身体。我一撇削下去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什么？一个洞。那我一铲子下去，我还能发现个洞呢？哎，这不是普通的洞啊，它是暗红色的。暗红色的，里面好像还有很多血丝儿，还都交织在一起，挺恶心人的。洞里还往外吹风呢。别虚了！你说是不是欣姐又开始出来作妖了？那还能是啥呀？那他们那些个能打的都不在，那我们我们俩这小罗哥也真是的，光说找着小师傅了，也不具体说说他什么情况。你说要不趁这个机会，咱们给他打个电话，问问情况，也同步一下咱的信息。对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知道了，你们保持警惕。我这头完事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哎，罗润，那个小老板娘没事吧？他没事。那，擦擦吧。木袋在楼下活动时，他喜欢一个人待着。你待会儿见到木袋，要做好思想准备。他很不一样吗？你自己看就知道了。他有提到过我吗？那他还记得我吧？啊，记得，当然记得。你、曹延华还有他新认识的红纱，他都记得。你别忘了，黑木袋是可以进入白木袋的记忆，只不过感情上会有一些不一样。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，就晚点再说。我准备好了。
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溺爱你，你才会这么弱。别挣扎了，没用的。你的人生我已经接管。你知道你怎么来的吗？你知道怎么好好活下去吗？放我出去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！罗刃走了。你们谈的不好吗？还行吧，话都说开了，也就过去了。莫代，红姨也是第一次收养孩子，我现在想想，我自己都没有管理好自己，就收养了你。我没有给你做个好朋友，更没有好好的疏导过你。你现在这样，我有很大的责任。我现在这样，我哪样啊？挺好啊。红姨，你收养我、照顾我，免我冻死、饿死、横死，我出了那样的事儿，你也没有抛弃我，已经胜过很多母亲了，不用给自己强加不必要的愧疚。你不欠我的。红叶，你觉得我有病吗？我觉得我没有，但是你们都说我有的话，那就当有喽，不重要。彼此最深的心结都不知道，互相戴着面具，这样的关系也配叫爱？妈妈说过，前方的路会更好，但是我想。前方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怎么都不会好。那如果我说我已经往前走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追你，拼尽全力追你。罗刃，怎么了？罗刃，穆代跑了，跑了，手机都没有带，只留了一张字条。新鲜的水果啦，熄灯前最后一套，有需要的赶紧买啦！花生、瓜子儿、啤酒、饮料，新鲜水果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小姐，需要什么？怎么卖？这个31盒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花生、瓜子儿。
老实点。干嘛呢？吵着别人睡觉了，知道吗？小娘们儿，滚远点，小心老子弄死你！你看，老实点，别出事。那你过来弄死我！我去，我说你。他跟你什么关系？我不认识他。上车前他就一直看我，然后上了车以后，他就换到我旁边来，关了灯就耍流氓。姑娘，别听他胡说啊。那个他是我对象，我们小两口吵架，行，都回去休息吧，别拍了，别看了。什么人啊？他瞎说，他根本就不是我对象，我不认识他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，对象的名字都不知道，是不是对象呀？小娘们儿，小心我下车连你一块办了！放开我！认不认识他？问你认不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该的呀。想起来了。刚刚警察跟我说了，说那个人是惯犯，而且已经被拘留了。你这属于见义勇为，所以没事的。刚刚我看到表格上写了你叫木代，以后我叫你木姐行不行？可以。木姐，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我就是特别感谢你救了我，结果还被我连累到这里来。一会儿你住哪儿？我跟我姑姑送你。我也不知道住哪儿，我是来找人的。不知道，你是打算住酒店吗？没钱。木姐，那要不这样吧，你跟我回去住。我姑姑在老城区有个火锅店，她那边包吃包住还包工资呢，而且我姑姑这个人脉特别好，她说不定还能帮你找人呢。郑离，姑姑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哎呀，这吓死我了！没事，姑姑，她救了我，木代木姐。谢谢你啊！哎呀，姑姑，你不是本来就缺打杂的吗？我都答应人家了，你就帮我个忙嘛。我缺的是打杂的吗？那活很辛苦的。看他长得这么好看，他能愿意干？姑姑，他身手很好的，肯定没问题。哼，和我那哥哥一样，就知道给我找事儿。那你是答应了？走吧。这几年开发区大桥那块经常有打架的事情，你们两个女孩子不要去啊。快来！哎，好了，到了，就是在这里了，进来吧。郑老板，过来啊！哎，回来了，来。哎呀，来，坐这儿。张二，把早饭拿过来。好的，老板。老板娘早盛好了。哎，多吃点。木代姑娘，你救了小梨子，我呢，我愿意留你下来在这儿工作。
但是你也看到了，这后厨啊就这么点事儿。你看，切菜啊什么的，你行吗？我觉得刀不是那么用的，我不习惯。那这样，你跟小梨子一起跑外圈，去传菜什么的，行吗？我也不太习惯跟人打交道。要不我洗碗吧，那个我可以。洗碗？洗碗？你愿意洗碗呢？哎呀，那好啊！我刚走了个洗碗工，我还真愁找不着人呢。走，快吃饭吧。吃。正好吃。我带小时候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有头绪吗？真想不到他会去哪里。文文老家我也托人去问了，可是穆代没有去。一定有迹可循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是凤凰楼开张吧？你不过去看看吗？不急。这么大的雨，没有什么声音。凤凰楼开业大酬宾，川鲁淮扬粤，烧烤小吃江湖菜，应有尽有的年代。哎，这就是你选的黄道吉日啊！哎，下这么大的雨，谁会到咱们这儿来占这个便宜呢？有人吗？哎呀，请坐。行，您这饭量真可以，一整块羊排给炫下去了。贵叔，咱算是老朋友了，是，不整那虚头巴脑的。你就说我们这菜做怎么样？是不是？行。您啊，是我们店开张以后第一位客人。我们开张，你来捧场啊！我不管你要钱，你肯定面子上也过不去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非多给我也不能收。这样，他们不在我做主了，88红包，讨个彩头。滚！我下了火车之后，我就是马不停蹄往这赶，大步流星往这赶，流星赶月的往这赶。为什么？开张5折，前3免费。来，人人都有，每人一条，随便挑，啊！白桃，这就是你说的凤凰兰蔻。不是哥叔，这质量也太没质量了吧？哎呀，它就是一个仿品，那主打的是一个美好的寓意。这有点寓意也是好的嘛。咱够背的了，冲冲吧。谢谢您。哎，客气。这里虽然是仓库改的，但住起来还是很舒服的。来吧，有点小，你别介意啊。这个床平常没人住，有点乱，我收拾一下。我想到了，万物缘起既是归处，我决定西行峡谷关。小萝卜加油，赶紧把小口袋找回来。